本场辩题，如果有可能，要不要做一个永远理性的人？组委会给出的题解如下：在生活中，我们会不够理性，却很少过于理性。情感和冲动是人类的天性，理性才是后天养成的稀缺品。它弥补人性的缺陷，似乎总能帮助我们做出更正确的选择。所以，如果给你一个机会，让你能永远保持理性，但代价是你再也回不到原来那个带着几分感性和愚蠢的自己，你会愿意还是不愿意呢？热烈的掌声，有请我们特别风骚的中国人民大学和马来亚大学的辩手们。这是太太团吗？好，首先为大家介绍是坐在我右手边本场比赛的正方，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辩手们，欢迎他们，请他们做自我介绍。大家好，一辩张小涵。大家好，正方二辩赖长生。正方三辩刘洋。正方四辩王景峰 ，again， 中国人民大学辩论队向大家问好。Again and again， 欢迎你们。接下来有请，不是有请，接下来坐在我左手边的是反方马来亚大学代表队，请他们做自我介绍。大家好，反方一辩陈少康。反方二辩黄聪涵。反方三辩颜如晶。反方四辩胡建彪。大家端午好。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环节，是立论陈词环节。首先有请正方立论陈词。谢谢主席。大家好，先向大家问一句端午快乐。那今天在谈这个辩题之前，我们先来介绍一组概念，叫做理智和情绪。这是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认识自我、了解世界，甚至改造自我或世界的两种能力。有的时候，我们的理智会被情绪所支配，一个人就进入了不理性的状态；而与之相反，如果理智能够不为感情所驾驭，就处于一种理性的状态。那么，回到今天这个辩题，永远理性的人，就是他的情绪永远无法占据理智的上风。这样的人能够在一生之中永远做到冷静面对、全面分析、客观评价。相反，不能做到永远理性的人，会表现出一种冲动、情绪化的特征。当我们评价一个人永远理性，不是说我们要求他没有情绪，婚礼上不能笑，葬礼上不能哭。对不起，那个不叫永远理性，那个叫痴呆。而是说这个人不会做出情绪失控的行为，也就是我们说的理智不会被情绪所支配。那么为什么要做一个永远理性的人呢？我方认为这样能够推动人的进步乃至社会的进步。第一，永远理性的人能够始终调和目标与能力之间的关系，定下恰当的目标，让自己的能力得到更好的发挥。而不能做到永远理性的人，会让情绪支配了自己的理智，对目标与能力产生认知失调，要么迷之自信，目标过高。比如珠海有幢著名的烂尾楼叫巨人大厦，是史玉柱投资修建的。这个楼最初只打算盖18层，但是在当时众人的热捧和领导的鼓励下，史玉柱头脑一热，飘飘然一拍桌子就说自己要盖78层，成为中国第1高楼。结果呢，超过自身财力范围，资金链断裂，而楼只建了3层，至今烂尾在那里。后来史玉柱说，这是他人生最大决策失误，他当时真是好大喜功，昏了头。而与之相反，另一种则是迷之自卑，目标过低。刘备死后，刘禅继位却胸无大志。诸葛亮在前《出师表》中专门劝说他不宜妄自菲薄，意思就是说不要过分看清自己，有所自卑。然而最后刘禅仍在自轻自卑中被灭国，碌碌无为一生。
第二，永远理性的人能够始终客观评价结果，并展开自我反思，让经验在其中得到更好的积累。而不能做到永远理性的人，会让情绪支配理智，评价反思存在偏差，要么得意忘形，要么自暴自弃，都不好。隋炀帝杨广本是隋文帝最出色的儿子，曾为隋朝南征北战立下汗马功劳。当上皇帝后，也想励精图治，曾经有过开通运河、整顿科举等举措，却在三征高丽失败后自暴自弃，开始穷奢极欲，最终走向亡国。而反观越王勾践，被吴王夫差俘虏，成为阶下囚后，本已心灰意冷，幸亏是理智占据了上风，隐忍内心，假意为吴王夫差做牛做马，获得回国机会。他认真反思，一改之前自大的毛病，听取大臣建议，卧薪尝胆，最后伐吴复仇。所以，无论是调和目标和能力，还是评价、反思和积累，都需要我们永远理性，才能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既不得意忘形，也不自暴自弃。谢谢。好，感谢正方，接下来有请反方进行立论陈词，有请。谢谢，祝各位端午风骚。今天永远理性的人呢，有2种意涵。第一种呢是完全没有感性的人。原本我方是这么设的，不过对方的立论上来说，其实是理智主导情绪。那么为了公平起见，那我方也可以按这个定义，没问题，就按对方的驾驭论来讨论今天的辩题。那我们说人会思考的动物没有问题，人思考呢有2种模式，第一个呢叫做理性模式，它的思考重点是放在客观的现实利益。第二种是感性的模式，它的重点是放在主观的精神感受，其实跟对方的驾驭论是大同小异的，没有问题。然后接下来进行世界观的区隔，对方的世界里面呢，他们只能用一种思考模式，那就是我们俗称的一条大路走到黑。而在我方的世界里面呢，我们有2种模式可以交替使用，因为我方是不要永远成为理性的人嘛，所以呢，我们主张该理性的时候就理性，该感性的时候就感性，两者可以通用。就好比说，对方的世界就只有一条手，但我方的世界呢有2条手，该用左手时用左手，该用右手时用右手。换句话说，在我方的世界里面呢，对方的2个论点的利益，比如说推动进步以及客观评价、自我反思，在我们的世界里面也有，不用担心。那么我们为什么说不要做一个永远理性的人呢？因为做永远理性的人有2个东西会，有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会错过世上很多美好的风景。时间关系，我们举几个。第一个叫做浪漫。什么叫浪漫呢？浪漫就是就算再多么不利，为了你我愿意。我女朋友说，我打完比赛之后，赢了比赛之后，我们回去看林宥嘉演唱会。林宥嘉演唱会门票很贵，但是为了浪漫，因为我不是一个永远理性的人，我说他现在可能在看这直播，我说不管我有没有赢比赛，不管票价多贵，为了你我愿意。这就是不做永远理性的人可以做到的承诺。对方讲不出，他只会说你不要傻啦，这么贵。对方的世界只会造成他们是一只只的法海不懂爱。第二是伟大。什么叫伟大呢？端午节谈屈原，你说屈原为什么伟大？因为他没有太过理性思考，他没有说楚国灭了去越国，越国灭了去秦国，秦国灭了再去下一个国，没有。他为了气节与理想，可以投江自尽，这就是伟大的来源。永远理性的人，他感受不到伟大，制造不了浪漫，会觉得伟大的浪漫的人都是傻子。这样的世界太无味。我们说人生在世，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这些风景啊。第二，我们说如果少了理性的话，会少了很多开创性的突破。比如说黄执中黄老师，一开始他是纯粹喜欢辩论而钻研他的瘦身打法，
钻研着，忽然间又有一个开创性的辩论打法，叫做瘦身。还有戈达德，他纯粹是因为自己是一个星际迷航的影迷而研究火箭。那时他连高中物理知识都没有哦，可是研究着，人类就有发射了火箭。所以有时候感性主导反而会带来开创性的进步，是对方世界没有的，因为对方会觉得利益不存在，暂时搁一边嘛。其实我认同对方所说的，其实感性的人呢也会出错，比如说对方说我们会冲动、会情绪化、会盖烂尾大楼，这点我方全部认。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做的是要熟练操纵这2种思考模式，而不是完全舍弃一种思考模式。就好比说，你驾车会出车祸，你说话也可能得罪人，但不代表我们永远不要开车、不要说话吧，对吧？所以我们只是要学如何好好开车、好好说话而已。谢谢。好的，感谢反方一辩，也替反方一辩的女朋友感谢她的表白。接下来立论环节结束后，我们要看看现场评审在立论之后对目前双方局势的倾向。请在我倒数3个数之后亮出您所支持的持方。3、2、1。好，我们看到正方1票，反方8票。接下来要进行的是比赛的中间环节，双方各有18分钟的自由支配时间，可以选择申论、质询或者自由辩论。首先有请正方选择时长及内容。申论2分钟。有请。谢谢。刚才有第一个点告诉我们，一个永远理性的人会错失美丽的风景。对方举了一个例子，你会错失浪漫。他说，这个时候你要比较的是什么呢？是票价的钱和你的女朋友。可是各位，这个时候作为我一个深爱女友的人，我这时候真正理性的选择是什么？因为我自己知道，我爱女友远远胜过我爱这票价的几块钱，所以如果我愿意为了那几块钱就伤我女友的心，朋友见到我一定会跟你说一句话：你疯了，你傻呀！所以这个时候，理性的选择才是像您方讲的选择去陪女朋友。进一步往下看，你方第2个点说可能会错失某些伟大，比方说第一个，你可能会出现没理性的思考，然后投江自尽。你方举了一个屈原的例子，可是各位，我方同样告诉你，你通过非理性的思考，也可能造成许多的悲剧。比方说准格尔，当年他怎么样？因为气血上头而不愿意与清廷议和，这个时候最后怎么办？这个时候乾隆脑袋一热，把准格尔全族屠杀殆尽。准格尔脑袋一热，遭受什么悲剧？遭受自己全部被屠杀殆尽。所以同样也会缺失，也会造成许多的悲剧。而在我方这个世界之下，不会有这种悲剧。我方的利益明显比您方大得多。进一步再往下看，您方最后怕的是有一个研究的开创性突破。您方举了一个职中学长瘦身的例子，可是各位，为什么职中学长这种瘦身例子，你们想想他为什么最后能够发扬光大？是因为他发现自己水平其实很强。他打瘦身能够打得好，所以他通过自己的理性清楚的衡量，知道我自己适合瘦身打法，然后进一步去打，才能把瘦身发扬光大。而新手学黄必死，如果你学黄必死，你还一直打瘦身，发现瘦身根本不适合自己，你还进一步往下打，你才不理性，你才打不好。所以开创性的这种突破，再往下看，比方说青霉素当年的发现是不是开创性突破？可是当他们意外的发现青霉素的时候，这些研究人员不理性吗？也理性，开创性突破，理性也可以做到。谢谢。好，谢谢正方。接下来有请反方选择环节时长及内容。申论1分钟。有请。好，2个点。第一，对方今天从通篇立论到刚才那位同学的发言，其实他只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理性有好处。感性有时会带来悲剧，但是不要忘记，今天您们的立场是人要永远的理性。换句话说，你要跟我证明的不是我们有的时候用理性做好事，有的时候感性会做坏事，而是我们任何时候人的一生当中都不能有感性超越理性的时候。那我们可不可以有想走就走的旅行？可不可以有一见钟情的爱情？可不可以有天雷勾动地火的冲动呢？都不能，请带回论证。
再来，对方往下推，他第二个其实是告诉我们，其实人会思考，然后我们把感性和理性同样放在思考的天平上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会选择感性，而当我们做出选择的时候，他就认为那是一个理性的比较。可是我们知道理性是什么？是客观，是逻辑，是利弊的分析；感性是什么？是情感，是热血。而这个时候，如果我们选择的结果是我们用热血来超越了我们理性的判断，用感情来超越了所有利弊的衡量，这个时候其实人是选择了感性的模式，不要混淆概念。谢谢。好，请正方继续选择。正方选择申论1分钟，有请。好，对方朋友，你刚才说跟我的定义一样，你诠释例子的时候用的全是您自己的定义，这个不太好。好，来，您刚才说到了，问我方今天是不是问着永远理性？是，我方跟你说了，永远理性的意思，根据我们对于理性的解读，你不是也认吗？就是人永远没有感情上头，然后驾驭理智这样的时候啊，讲得很清楚了吧？来，您方说我们人生中要不要有一些一见钟情的爱情呢？对方朋友，你知不知道？一见钟情的爱情，经常最后会毁于夫妻两个人吵架时头脑冲动说出来的一句话：离婚吧。这就是情感支配理智带来的最大伤害，它有的时候给你带来的裂痕是无法修补的，你知道吗？您方刚才说，巨人大厦毁就毁了，被屠杀的人毁就毁了。我们希望这样的错误发生的越少越好，能够降到0最好。怎么降到0呢？就是永远理性。谢谢大家。谢谢正方，有请反方选择。申论1分钟。有请。对方辩友拿的是理性这一派，但是配了最不理性的字叫永远。他说我可以永远理性，但是他会理性分析出来之后，告诉大家我们要把机会降至为0。一个理性的人都知道，任何事情不可能降至为0，要做到为0是一个不理性的想法。那怎么可能会是一个理性的人出来的呢？只有对方也认为要永远理性是不可能的，所以对方才会在理性分析判断之后告诉我们什么？我们要因为女朋友想要浪漫，所以去买一个她喜欢的东西给她。这证明了什么？我们承认有时候需要感性驾驭理性。就连理性的人分析出来之后，也分析出感性的重要性，证明了理性也承认它需要感性，没有办法做到永远理性。我们时时刻刻保持理性，做不到。对方你要做的话，你告诉我怎么做，谢谢。好，谢谢反方，接下来请正方选择。陈词1分钟。有请。好，对方朋友，没办法，这个辩题要求我们的，必须要论证。如果有一个机会，永远理性，你要不要做？所以永远理性这个做法，您说觉得矛盾，辩题赋予我的 ，OK？ 好，下一点，对方朋友说，为女朋友制造浪漫，这很好，但是你要知道，浪漫不是根属于非理性的。我方跟您说了，人有理智。有情绪，只有当情绪驾驭理智，理智被束缚的时候，才叫不理性。今天你花很高的钱给女朋友买一张电影票或者演唱会的门票，没觉得你的理智怎么被驾驭？什么叫理智被驾驭了？你为了买这张票，你要倾家荡产跟你的女朋友去睡马路，这个时候你还非要买。OK， 这叫做不理性了。但是你知道吗？这样的选择之下，你的爱情会离开你的，你的女朋友会觉得你这份爱不负责任的，这不是一个好的现象嘛，对不对？好的，谢谢正方，有请反方选择。论述1分30秒，有请。来，什么是浪漫？浪漫的意思是，不管现实利益如何，我都愿意做，这个叫浪漫。浪漫本质上就是感性驾驭理性。如果一个人说：“哎呀，我跟你讲，我计算过我可以承受的代价是什么，我得到的利弊到底是什么，然后我来决定我爱你。”女生们，如果男生这样跟你讲，你觉得这个男孩浪漫吗？当然不浪漫，像我一样。而对方对我今天的对不起啊，对方对我今天的技巧是什么呢？他是这样子预设的：
什么叫做感性驾驭呢？那一定是给你带来极大负面后果的，那才叫做感性驾驭理性。所以在他们的世界里，感性驾驭理性直接等于你必然遭受你不可承担的坏处。那当然，今天不要感性驾驭理性嘛。但是这个是什么？这个是玩弄第一下的循环论证。我们再告诉大家。还有很多是感性驾驭理性给我们的美好，比如说信仰。什么叫信仰？我不管现实到底经过理性推敲，到底是真是假，是值不值，我就信了，我就奉守了。在他们的世界里，没有信仰的崇高。什么叫伟大？伟大的意思就是，不管是不是千万人的抉择，无往矣。这种人叫伟大。在对方的世界里头，这一切的美好，他们完全看不到。谢谢反方，有请正方继续选择。好，谢谢学长。您说您不浪漫，请选择。不好意思，陈词1分钟。有请。学长，您说您不浪漫，可是还有在座这么多人爱您，所以发现没有，一个像您一样理性的人，一样可以很被人爱。进一步，我再跟您谈什么叫浪漫。浪漫怎么营造？各位想一想，怎样营造浪漫？你要通过理性分析，知道你自己女朋友好哪一口；你要通过理性分析，知道怎么样才能够制造惊喜。这些事情都是你要通过理性的判断，才能最后营造出浪漫的氛围。否则，没有理性的浪漫，可能就变成了浪荡；没有理性的浪漫，可能就变成了浪费。所以，浪漫这件事情根本不是您方独享的利益。进一步再往下看，您方在这个时候可能会缺失信仰。对方朋友，您方今天说白了，把理性简单的理解成为了工具理性。可是各位，从康德开始，再到韦伯，再到后来的哈贝马斯，都在跟大家强调一个概念：实践理性、价值理性。我方今天就跟大家讲价值理性。什么叫价值理性？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区别，简单来说，工具理性教你的是怎么走到目标，而价值理性教你的是怎么选择目标。接下来进一步跟大家解释，谢谢。谢谢。有请反方继续选择。我选择申论1分钟。好，有请。首先，你提到了我的粉丝，我认为我的粉丝在喜欢我的时候，你们是感性驾驭理性，因为我不值得。但是也因为有你们的感性驾驭理性，所以我感恩。这就是感性驾驭理性在人际互动中给我们的种种美好。然后对方在反驳的过程中，他另外诞生了一个新论点，他说是什么？为了制造浪漫，我们要懂得用理性，我们要懂得要买什么东西啊，怎么计划给惊喜啊，这个叫什么？这个就是叫做感性驾驭理性嘛。你用这理性的工具来帮助你服务你的感性需求嘛。所以对方有今天的第二层逻辑诡辩是什么呢？他认为只要你的理性有启动，那你就不是感性驾驭理性。但是今天对方有的一辩不就说得很清楚吗？驾驭对方刚才的那个反驳，就和他一辩提出来的定义其实是矛盾的。感谢反方。好，请正方继续选择。正方选择申论1分钟，请。来，建彪学长，我希望你有很多的粉丝，不要变少。但我希望你永远不要有一种粉丝，这种粉丝就是刘德华的粉丝杨丽娟。这种粉丝可怕在哪里？他的情绪一直在压制他的理智，他为了见刘德华倾家荡产，卖内脏，让自己的亲人为自己卖内脏，做了各种各样荒唐的事情来追刘德华。建彪学长，我希望你永远不要有这样的粉丝，好可怕。来，第二点，您方刚才用了一个很巧妙的说法，您方说理智需不需要情感来帮助呢？我方坦然承认需要啊。如果需要帮助就叫驾驭的话，会有一个什么奇怪的现象？一个首领需不需要部下来帮助？那按你说法，部下在驾驭首领。那部下需不需要互相帮助呢？也需要啊，部下在互相驾驭，谁都在互相驾驭，这个合理吗？所以接下来你要谈势力，你先讲清楚这个势力里面到底是不是情绪在驾驭理智，不能简单的一个谢谢正方就论证。谢谢。好，谢谢。继续有请反方选择。谢谢我没粉丝的课题就不谈。请选择时长。申论1分钟。好，谢谢。
我没粉丝课题就不谈啦，我们来谈对方的逻辑错误。对方把我们的立场描绘是什么呢？完全感性，没有理性。可是对方自己就说，哎，我们是有感性，不过我们理性驾驭感性，这不是叫做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呢？这是定义的错误。第一点，第二点，对方没有，你以为理性驾驭感性就完全没有问题吗？什么叫做麻木不仁？什么叫做冷酷无情？什么叫铁石心肠？什么叫做没有人性？对啊，没有，你以为完全理性很好吗？也没有很好嘛，对啊，没有。按照你方我方不理性就有问题的话，你也有问题，是不是您方自己盖自己一巴掌呢？最后一个问题，我们说世界是多元的，如果你说浪漫也可以是一种理性的话，那么我问您方。艺术家、音乐家、演员、戏剧家，这些靠艺术创作抒发情感的艺术情怀，你不要告诉我这是理性了吧？如果人永远保持理性的话，世界上没有艺术家，没有戏曲家，没有音乐家，这个世界是变得更多元还是更单元？您方给我解释一下，这个世界变得更好还是更坏？你给我解释一下，一个没有周星驰的世界是更好还是更坏的世界？谢谢。谢谢反方，继续请正方选择。正方选择申论1分钟，有请。少康，你成语用得很好，但是呢，你没有理解它的意思。麻木不仁是什么意思？没有情感啊，各位。我们说的什么叫做理性的人？理性驾驭情感，所以麻木不仁以及你刚才的一系列我都来不及记的成语，全部不是您方的利益。来，第二点，您方想讲艺术家和音乐家，哎，我方真的想这个问题想了很久，但我方想给出大家一个客观负责任的解释。一个真正好的艺术家，他不是用情绪来驾驭他的理智的，因为如果是那样的话，我真的想不清楚他是不是在某天画画的时候，忽然就想把自己的耳朵割下来。即便你自己觉得那样做很爽，但我不希望你这样，好可怕，你知道吗？一个好的艺术家、好的音乐家、好的诗词作家，他懂什么？懂音律，懂格律，他知道怎么样把自己的情感通过这些规则融入到自己的作品中，用理智驾驭情感，创作出了无数不朽的作品。对方没有，你承不承认？谢谢。好的，谢谢正方，继续有请反方选择。申论1分钟，有请。好，比赛打到这里，我觉得台下薪水轻的人大概都已经发现局势什么发展。我们一开始其实让对方可以讨论理性驾驭感性，永远的理性驾驭感性这件事情，我们并没有要对方完全谈没有感性的世界是怎么样。但是后来谈到这位三边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什么呢？对方，你们的这个世界一定是要像刘德华那个非常疯狂的粉丝，毫无理性的世界这样子的。讲真的，如果我们要讨论的是一个完全只有感性的世界，那你们可以讨论两者间有的世界，那公平吗？所以我们回到现实吧，我们讨论是理性驾驭感性，还是偶尔可以交换比较好？我方认为是偶尔可以交换比较好，因为人世间不是所有时候都是要理性至上的，你懂吗？浪漫的时候不需要，拼搏的时候不需要。为什么？因为你拼搏的时候，你永远算不到那个结果会是什么，但是你永远依然要奋斗。就像今天我们在场上不知道会不会赢，但是我们还是去做。因为我们不计算，所以人世间有些事情我们用理性来算，用理性来分析，用理性来判断，但不是所有。爱情不是，信仰不是，希望也不是。谢谢。谢谢。接下来有请正方选择。好，谢谢。其实有1分钟。这个不能因为主席不是女生就老忽视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有点不理性了。来，陈词1分钟。好，有请。好。谢谢。其实我方根本没有想跟你讲说，我方今天这个世界是完全不感性的完全不理性的世界。我没有说你方的例子都是完全不理性。比方说杨丽娟这类的脑残粉，她也不是完全没有理性，她也不是一生当中没有理性的时刻，没有理智的时刻。她只是在她脑残追星的那一刻，她出现了什么呢？就是她的情绪驾驭了她的理智，在那些时刻她是感性的，在那些时刻反而她也是脑残的。所以我方今天跟您方今天真正要比较的是什么呢？是我方今天这个世界之下可以避免许多的损失，这是我方的利益。可以避免什么损失？我方跟你讲成语，可以避免得意忘形、利令智昏，可以避免一时恼乐、自暴自弃，可以避免穷凶极恶、好大喜功。这些都是什么？都是欲望情绪泛滥给人类给个人造成的极大的伤害，而这些东西在一个永远理性的人的世界里头是不会出现的。这些是我方的利益。准格尔的那个例子，您方今天现在没有谈。我方讲准格尔灭族，你方给我讲杨丽娟追星，这个不太公平。谢谢。谢谢正方。
接下来有请反方选择环节时长及内容。反驳，申论1分钟。好，有请。谢谢。首先，我们先界定一下追星这件事情是不是一个感性驾驭理性的行为。我认为，这个时候你要服务的目的只是为了爽，你会把你到底值不值得这件事情放下来。按字眼上听起来，这应该就是正方所说的感性驾驭理性了吧？对不对？那里头有没有理性的成分呢？当然有，因为这时候理性是它的工具，是它的刹车剂。而对方刚才告诉我们的疯狂追星是什么呢？他是说，这个人当他理性刹车剂已经失衡的情况之下，已经不在了，是不是坏？当然坏。但是您的定义告诉我，感性驾驭理性，这就是我们现在要保留感性的世界。所以你讲的东西了不起，只是告诉我，在零理性的世界中，这是不好的。感性太多时候是有坏处的，但是我们反过来，当你只有理性而零感性制衡的时候，是不是也是坏的呢？谢谢反方。一样吗？谢谢。继续有请正方选择时长及内容。1分钟陈词。有请。对方没有举的所有的浪漫啊、追星啊，不能因为这里面有感情的投入，就叫做这是根属于感性的。就说追星好了，你可以理性的追星，也可以不理性的追星。理性的追星是为他设身处地着想，不给他造麻烦；而不理性的追星就是伤了自己、伤了父母，还伤了对方的，就是这样的偶像。所以对方没有，你一定要搞清楚。我们说永远不要有不理性的时刻，就是你追星的时候，永远不要出现不理性的追星。好，您方说信仰，我给你举这个信仰好了。我方2辩已经说过了，在准噶尔那个时期，他的信仰都是坚决不投降，于是一怒之下与清廷撕裂，结果是被乾隆一怒之下，种族全部屠杀掉。我方跟您谈，您不理性会被种族屠杀，包括刘备一怒之下为关羽报仇，70万人全部杀死，大概率的大规模的杀伤死亡。而您告诉我，我感性需要浪漫啊，我需要看周星驰啊，这样的比较的天平好像一点都不平衡吧？谢谢正方。好的，请反方继续选择。论述1分30秒。好，有请。首先，关于屠城的案例，我们有没有经过一些非常精工于计算的人而选择屠城？当然有嘛！计算过后把你宰了，你反扑的势力会比较低，所以我觉得我不要有人性，我把你们全城人都宰了，会不会出现？也会出现。所以按你的说法，屠城可不是您方所独有的，很多时候屠城不是脑门一热的问题，而是计算的问题。我们再给大家提供一个新的论点：这个社会如果出现很多的非理性消费，好不好？其实好。例如说，给艺人的情感溢价付费，我们叫做感性需求。你懂不懂这个经济的繁荣，很多之所以能够刺激起来，正因为人类有感性驾驭的需求。比如说，谁都没有想到，在日本可以有一群人因为爱玩 cosplay， 我就觉得爽，玩着玩着形成了一个新的工业。有谁想过极限运动？因为一般人我不管，会生死，会有风险，我不管，反正我爽，我享受那个刺激感。谢谢反方，我还有30秒。对不起，因为享受那个刺激感，结果发展出来了极限运动这一门行业工种。各位，这个社会这个经济繁荣，有很多感性需求主导下的消费，才刺激起了今天大量的服务业和产品销售业。我当然作为一个绝对理性的人，有时候我会觉得很不值得，但是你和我都是受益者。这个世界有这个市场的经济繁荣，这就是有感性主导之下所带来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好处。习惯了上一场美方发言1分钟啊，不好意思，见不了。来，继续有请正方继续选择。正方选择申论1分钟。有请。好。对方没有举了很多例子跟我们强调说感性有什么好处，爽。我告诉你，感性最大的危害就是它让你一时爽，然后什么场你们知道吧？这就是感性和理性的区别。我希望你做永远理性的人，我就希望你不要一时爽呀，我希望能够稳稳定定的。
你一时爽，后面那个什么场我们双方都不想面对。第二个，您方讲屠城，您简单说一个理性计算会屠城，我想不出来。你给我举一个例子，人类历史上有哪个人是因为理性计算屠杀屠城的？我们来讨论。第三个，关于极限运动，你搞错了一个事情，很容易混淆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各位对于风险的偏好是不一样的。有风险偏好的人，有风险规避的人，有风险中性的人，你不能因为一个人爱风险，就是他不理性。一个人在自己是偏爱风险还是规避风险的时候，要结合自身的素质能力做考量，做出来才会是对的。不然你担不起风险还爱风险，就危险了。谢谢。谢谢。继续有请反方选择。1分钟有请申论。来到最后，其实对方还是一样啦。他一直逼我方说，在我们理性的世界里面，在我们这个永远理性的世界里面，他们是一定会有一些感性的存在的。但是他感性世界里面呢，会出现很多非理性以至于理性为零的那种存在。他觉得，因为一个永远感性的世界，会有一个零理性的状态，这个零理性的状态是危险的，所以他宁愿永远理性。他为了避免可能会屠城的机会，他选择永远的理性。所以对方是把我们逼到永远感性。不好意思，我们这一方是2个都可以存在的。第二点还有什么呢？不行，我还有15秒，我想一想。第二点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消费主义的这个论点，感性可以让我们赚钱，你们怎么看？好，谢谢反方，有请正方选择时长及内容。好，谢谢。如今您刚刚还剩15请秒，正方再选一次时长。要我把他那15秒给你？开玩笑。1分钟。好，有请。好，如今您刚才剩15秒，然后你选择了我还要想一想，我要等一等，这是什么？这个时候是你的理性在支配你，不要情感用事。这个时候一休，哎呀，发现忘词了，这个时候我就直接坐下了，这样就不理性了，这样会感性，可能会加大您方今天输比赛的一丁点的可能性。再进一步讲，我方之前讲得很清楚了，我方今天没有想要跟你论证你方的世界就是完全没有理性的世界，但是你刚才陈词的时候也承认了。在一个有感性的人的世界里头，在那些有非理性时刻里的人，他确实有可能出现一些时刻，他的理性为零，而这个时候他很可怕。您方承认了，而我方世界里头没有这种可能性，我方取得利益。进一步再往下看，哪怕他的理性他不是为零，而是他的这个理智最后还是被情感所驾驭，他危不危险呢？依然很危险啊！您方是后面讲到消费，我们说消费者他消费时候完全没有理性吗？当然也不是，他的理性为零吗？当然也不是。可是如果这个时候你花钱太多，你双十一的时候剁手太多，这个时候是不是会让你的生活陷入困境呢？这种非理性的消费，大家真的愿意提倡吗？谢谢。谢谢。有请反方选择。尊重主席，申论1分钟。好的，感谢你的尊重，谢谢。女生就是好。好，来，辩论打到这里，其实大家都要知道，对方的世界是理性驾驭感性，我方的世界是偶尔可以交替使用，这点没有争议，所以待会请不要提那些极度疯狂而非理性的例子，因为你方也承认你们不要这样讲。那往下推，其实我们今天只是要跟大家论证的就是，这个社会当中，这个人生当中，我们有没有很多时候是感性驾驭理性的时候，而且还为我们创造非常多的美好？有，转角遇到爱。一见钟情，有时候你想不想来一个想走就走的旅行？朋友问你说你怎么这么不理性呢？说好辞职就辞职，马上就走。有，生活中这些东西美不美好？美好，为什么你不允许？待会交代。再来看长远的一些不理性，我们知道人类社会很多进步，其实都是凭着一股热忱和热血，它没有去计算结果。比如说发明飞机，飞了很多次，搞不好有中间可以撞死3股，但他还是一头热要去发明，那个人叫莱特兄弟。比如说所有的革命，明明知道可以牺牲生命，但是不一定可以换来最好的结果，但是还是抛头颅洒热血，为的是什么？好，谢谢为的是什么？谢谢。有请正方继续选择。男生也可以很好，尊重主席，选择陈词1分钟。帅哥也很好。来，有请。我方一直觉得对方是把4个概念弄混了。
必须要澄清一下，情绪或者叫做感情以及理智，这是2组概念。这2组概念只要是人都会有，只不过有人感情比较强，有人理智比较强。而感性和理性是什么嘞？感情被理智所驾驭的状态叫做理性，理智被感情所驾驭的状态叫做感性。我方要论证，如果可以永远理性，我们愿意这么做的意思是我们希望我们的理智永远不要被感情所驾驭。所以此时此刻，你可不可以有感情？当然有啊！我方说了，是人都有。所以感情的驱使下，给老婆创造浪漫啦，为我的偶像去追星啦，做粉丝经济啦，都可以。但是不能失控于理智，否则一个小孩子为了看直播打赏，把爸妈的钱都花光，这不是人间悲剧吗？谢谢正方，继续有请反方选择。论述1分钟。好，有请。谢谢。对呀，我们今天就是讲感性驾驭理性的时候，感性驾驭理性的时候，就会让我们产生很多美好，如我们刚才所说的浪漫，我们所谓的伟大，这个叫做有感性主导驾驭。然后他刚才说颜如晶，他说颜如晶刚才撑在那儿不坐下来，这是一种理性的思考吗？不。最理性的功利计算是你乖乖这个时候讲完漂亮坐下来，形象多好。不，他就跟住，我就要讲，这叫什么？小孩任性。但是那很可爱，因为他傻傻的，你明白吗？这就是感性驾驭能够给我们的美好。而今天我们讲的是，今天的辩题讲说，永远的理性不能保有几分感性，你恰好失去的就是这些美好。谢谢反方，谢谢。继续请正方选择。正方选择申论1分钟，有请。来，学长，你刚才说的第一句话，说明你真的没有认真听我们讲的话。我最后再讲一遍：理智驾驭情感，不是理性驾驭感性。好。您方刚才3遍，为什么他最后剩了时间他没坐下？他是处于一个辩手的责任啊，不是装可爱啊。您方刚才讲说，一个人在感性的时候会有什么好的地方呢？他看起来很可爱，但我方今天就是要跟你说一件事情，就是人不能一辈子都显得萌萌的。你在还是个婴孩的时候，满地爬，屎尿随地拉，嚎啕大哭，砸东西，我认为你很可爱，没事，因为那个时候你还没形成理智。你形成理智以后，一个30岁的人满地爬，随地大小便，经常哭喊，你还说你萌萌的，对方 Bill， 我觉得恶的，谢谢。好，谢谢正方，继续有请反方选择。选择时长及内容。那大家这么探讨一下我好像应该出来回应一下，我质询1分钟。好，有请。哎，我说了质询吗？好，可以质询吧。我本来想申论的，来质询一下，不然我们太闷了是吧？来，学长，刘洋学长，我问一下你啊，你觉得一个永远理性的人会有萌萌的时候吗？有，婴孩的时候有，但这没有讨论嘛，对不对？有是吧？有是吧？那我这一方是不是也有萌萌的时候？你这一方有萌萌的时候，跟辩题什么关系？对吧？也有是吧？那我有没有理性的时候？有啊，也有是吧？啊，对。我是有时萌，有时理性是吧？所以你就是想说，因为人有婴儿时代，所以不能永远理性，是吧？所以你的只是婴儿时代才会萌，你大了之后，像我这种叫巨婴是吗？不，正是因为我不希望你当巨婴，所以我才给你说要永远理性。所以真的人不能一辈子都萌萌的，不好。谢谢。所以我从来没说要一辈子，我只是偶尔而已。在对方的立场里面，我会变成一辈子，因为他觉得我的地方是永远感性，这就是我说你不公平的地方嘛。谢谢。小时候你可以，长大了就不要了，再也不要。谢谢。
继续，请正方选择。陈词1分钟。好，有请。把这个萌萌哒的例子把它讲清楚啊！我方说了，小孩子没理智 OK， 但是当你具备理智之后，理智可以控制感情之后，一定要确保永远让理智不要被感情所驾驭。为什么？因为你知道吗？一旦感情驾驭了理智，人是失控的。你失控的结果可能是萌萌哒，但也可能是我方举的那些例子啊。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乾隆一怒一气之下，整个民族被屠杀掉了。所以你知道吗？你这个时候你的感情驾驭理智的时候，你可能演化出萌萌哒这个小收益，但是它的恶是非常可怕的。所以为了规避这些，我方说，拜托您了，如果可以，永远让理智占据上风，好不好？哪怕你少一点萌萌哒，这个社会不会很坏的。但是多一点咔咔咔，太可怕了吧？谢谢正方，继续请反方选择。质询1分钟。好，质询有请。好，您好。谢谢。您方的立场里面，你们是永远都不要让感情驾驭理性，对吧？永远不要让感情驾驭理智。OK， 好，不要抠字眼，永远不要感情驾驭理智，是因为您方觉得感情驾驭理智就会失控，对吗？就容易失控。容易还是一定会？有风险，风险很大啊。也就是说，有时候是不失控的，对不对？没问题，没问题。好，可以。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让它不失控，您方是可以允许我们有时候感情驾驭理智的，对吧？失控这件事情本身，大家理解起来不就是因为不要，没有控制住你的情感吗？学长，听问题。您刚才说容易失控，就是有时候会不失控。我只是要问你，你允不允许我们保留不失控的感情驾驭理智？保不保留？保留可以，你但是保留你论证怎么保留？你没有问题了，谢谢。好，可以，谢谢。好，谢谢。继续，请正方选择。正方选择陈词1分钟，请。好，刚才最后那句话其实是一个口误，我们不希望感情在任何时候驾驭理智。对方辩友说，我们有没有可能在感性的时候也获得那些不失控呢？我承认有时候会有，但是我跟你说啊，那种时候叫做撞大运。我希望你对自身的控制不要是撞大运，而是有规律，这是很重要的。来，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讲了这么多例子，我们始终认为情绪驾驭理智会出问题。2种结果，情绪驾驭理智，在你判断、在你事前决策的时候，要么会让你迷之自信，要么会让你迷之自卑。这2个词大家一定记得哦。不管是迷之自信还是迷之自卑，这都意味着你能力和目标的不调和。如果说您方还是坚持要感性，那您方能不能举出一个人如果稳定的迷之自卑，每次都迷之自信还好的例子？如果能，咱们来聊聊。好，谢谢正方。继续，请反方选择。我们自由辩吧。好，反方发起了自由辩论。好，由反方首先开始。对方辩友，我们的立场是要消灭理智吗？不是，我们什么时候要求你消灭理智？是说你是理智永远被感情所驾驭。对呀，所以不是消灭，不是没有，而是驾驭。什么叫驾驭？为了感情的目的而使用理性来为之服务，算不算驾驭？你觉得什么是你觉得什么是目的，什么就在驾驭？我今天开车来珠海，珠海在驾驭我吗？不是吧，我在驾驭车。好，那我们现在为了爱，用理性的手段去追求个女孩子，也不是为了感性的目的而用理性的手段，感性驾驭理性。对方辩友，你怎么又来倒目的了呢？我刚才说了很多遍了，追求女孩子的时候，你可以有情感，但是要用你的理智来控制她，不然就会失控。我们总会说一个将军是在驾驭兵士的人吧？请问你，将军是消灭兵士的人吗？
不是，他是用兵士为自己的目的而服务。所以今天你说的是需要驾驭理性为感情服务，也是你能接受的，这不就是我方的立场吗？对方辩友，今天我想去肯德基，肯德基是我的目的，然后我去肯德基那边吃了，肯德基在驾驭我哟。对方辩友的立论是怎么样呢？就是如果感情驾驭了理智，那你就会失控。什么时候你不失控呢？就是理智驾驭了感情。换句话说，这是循环论证。我刚才那轮陈词说了那么多原理，你都没听吗？起码你刚刚那一轮发言是我没听到你说了什么。我们今天说啊，感情驾驭理智已经出现了很多美好，大概总起来是3个方面嘛。第一个，人生很多美好的风景线；第二个，会带来人的坚持，带来很多新的发现；以及第3个，起码带来我们现在的经济繁荣。请问你这3个哪个是你认为可以错失的呢？当辩友，其实你3个我方都猜过了。第一个浪漫这件事情，我方跟你讲过了，不是您方独有的利益。进一步再讲，你方讲伟大，你方讲坚持。可是如果今天你的坚持不理性的话，最后可能导致什么？可能导致邪恶的执念，而这种事情您的利弊要比较。所以今天我们双方最重要的事情在进行利弊比较。您方的独有的利是什么？没听到。我方的利益，我方跟你讲过了，避免那些不理智的时刻造成的损失。所以到最后，对方认为一个感性人是可以用理性去驾驭他的感性的，所以在对方的立场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感性去驾驭的。哎，时间没跑呢，所以对方一直在告诉我们东西，全部都是浪漫、伟大这种东西，到最后都是理性。你告诉我合理在哪里？当辩友，您方独享的利益到底是什么？给我举。对不起，你重说。您方独享的利是什么？我方独享的利就是刚才所谓的浪漫啊、信仰啊、伟大啊，这是第一个利。第二个，我们说超感性的那一种消费造就了经济繁荣。第3个，我们因为感性主导的情况之下，谢谢我们发现人会坚持而有新发现。对方辩友，你刚才整场比赛都只论证了你的那些伟大浪漫里面需要有情感，你什么时候论证是情感驾驭理性得到的这些东西？对方辩友讲超感性的经济，拜托对方辩友，你要搞清楚，现在这所谓的粉丝经济可以正常行驶，是因为它没有失控，它还在我们理智的控制之内。如果你的理智失控了，你的经济也不行。看看美国的次贷危机吧，不顾自己的眼前实际是什么，靠感情就去做，结果是什么？经济崩盘。你希望看到吗？就算我可以承认你讲消费里边，我们可以用消费者的不理性来获得一些利益，对方辩友，你是站在商家的角度啊，消费者倾家荡产你不在乎啊，不能这样。我们说今天这道辩题应该是对每一个人都减少伤害，你不能因为你消费者你是商家你赚到钱就说你们这些人倾家荡产没关系。好，谢谢双方辩手带来的自由辩论。接下来继续请正方选择。好，谢谢。现在进入到只剩1分钟了。好，现在质询还是申论？申论。好。好，现在进入到正题，双方真的要做利弊比较了。我方今天跟你讲的，我方的利益是什么？在一个没有感情驾驭理智的世界里头，在我方这个永远理性的世界里头，不会出现像准格尔那种一时脑热导致灭族的悲剧，不会出现我们今天讲因为次贷危机大家的贪欲控制了大家理性，导致经济崩盘的悲剧，不会出现像刘关张3人最后时候一时脑热想要去复仇，结果被人杀死的悲剧。我方今天给你讲的是经济的崩盘，是国家的灭族，是个人的存亡。你方跟我讲什么？萌萌哒，这是您方的利益。萌萌哒这件事，坦白讲，我方讲主要不靠理性还是理智，靠颜值。所以您方今天独有的利益到底是什么？您方没有论证过。您方讲伟大，我刚刚跟你讲了，理性的人不能制造伟大吗？可以啊。因为理性的人不能制造伟大吗？可以啊。科学家在进行科学研究的时候，是不是伟大的？是伟大的。他有没有制造利益？有啊。今天美好的风景、浪漫这件事情，你要不要通过理智？比方说，我今天很浪漫的给大家设计一个都不是你方独有利益。谢谢。谢谢。好，正方用时完毕，反方请选择。请选择时长和内容。干脆2分钟就用完了吧。我就申论去了。
谢谢。我们来界定一下什么叫做感情驾驭理智。感情驾驭理智的意思就是，我有感情诉求。什么叫典型的感情诉求？比如说，我就会爽，我就会爱，我就会恐惧。这一切就是所谓的感情的诉求。什么叫做理智？就是一种帮你推演、判断现实利益功利值不值的工具。对方刚才讲的那一种情况，其实不是在讲感情驾驭理智是坏的，他讲的是感情消灭了理智，过度庞大而掩盖了理智，那是坏的。我们今天所谓的驾驭，其实只要你是为了这个大目的而把另一者当作工具来使用，这就叫做驾驭。对方被我刚才讲到准格尔屠城，那真的是感情驾驭理智吗？不是，理智驾驭感情的一个坏处。什么意思？为什么蒙古人要屠城？最简单的一个利益考量就是震慑其他不愿意投降的人，它的核心考量是为了节省兵力。按你的逻辑，理智驾驭情感的时候，也会出现很负面的后果。那照你的道理推论下去，意思是不是？所以我们就不要活在一个理性的时代了呢？所以今天对方说来说去走到最后，把感性视作是一个极为邪恶、极为可怕的事情，因为他们误以为当感情驾驭理智，理智的存在感几乎等于零，这是对方辩友的推论方式。我们说不是。它其实还有很多空间可以给我们制造美好。我们今天只不过是希望给这个世界保留更多的美好。如果完全没有掉的话，我们给对方的建议是：您呐，错过了许多啊。谢谢反方。好的，感谢双方辩手已经全部用完了他们18分钟的中间环节，从准格尔贝咔咔咔讲到了如今宝贝的萌萌哒。接下来时间交给我们的评审团，请在我倒数3个数之后，选择你们认为优势的持方。3、2、1，请选择。好。我们看到正方2票，反方7票，进入到我们最后的结辩环节。首先有请正方结辩。好，大家好，我们先来解决一下自由环节最后说的那个屠城的例子。我请大家仔细想一下，一个真正能够用理智驾驭情感的人，他会屠城吗？屠城是什么意思？你的士兵我要杀，你无辜的百姓我也要杀。你说为了震慑，为了扬国威，有什么扬我国威的方式是通过杀无辜来形成的？你扬的不是国威，你扬的是你的残暴。所以我们看出来一个什么问题？屠城正是一个情绪驾驭理智的最典型的例子。你把事情做过了，这就是我们今天最简单来理解我方，就是做过了。过犹不及。第二个，宁方在这场比赛里边把驾驭这个词的定义玩得很花。其实说到最后，你是告诉我，我和我的女朋友，或者和我的爱人，或者我追求爱情，这些是基于情感的需求。所以说呢，我用理性服务于他。请注意我刚才那句话，基于情感的需求。哎，需求啊！你的需求是你决定我要用情感和理智配合起来达到我的目的的初衷。至于在实现目的的过程当中要怎么做，这才是我们双方要探讨的关键。我方说了要理智驾驭情感，宁方来论证要情感驾驭的，不要跟我说那个目的本身就是情感，这不太对好吗？好，我们最后就说一个简单的问题：今天我方为什么如果能选我会愿意做这样的人？我想跟大家说，人在出生的时候具备很多自然的属性，具备很多天生赋予你的东西，有很多东西都是在限制你的，或者说叫你的局限。你的局限里边有一些东西很容易发现，比如说我长得不够高，比如说我不够强壮，
比如说我口齿不够伶俐，比如说我不够漂亮，这些局限你很容易发现。但是有一个特别难发现的局限，就是情感。我们从来没有意识到情感会成为我们的局限，但是你什么时候会发现它可能有点问题了呢？当你和你的爱人因为某一次情绪失控、吵架，说了一句伤害双方、导致裂痕永远都吻合不上的话的时候，当你说走就走，跟你的老板因为工作上的不和，因为一两句冲动的话，导致你们双方无法再合作，你不能再来这个企业工作的时候，这是情感带给你的局限。我们在很多时候过后就忘了，正如宁芳说的，情感带给你一时爽，有的时候一时不爽，过后我想想没事啊，但是不对。我们今天想要告诉大家的是，能够选择理智驾驭情感，这恰恰是一个人最伟大的突破。能够用理智驾驭情感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当你气血快要冲上头脑的时候，你有东西控制住它，你有东西控制住你这个基于动物的一个本性。这意味着你在看事情的时候，不是信息接收过来，感觉一下，要么哭，要么笑，要么萌萌哒，要么咔咔咔就没了，而是你要用你的理智驾驭你的情感。你在做任何一件事情之前的时候，我既不希望你迷之自信，也不希望你迷之自卑。是你做完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希望你不要因为成功就得意忘形，因为失败就破罐破摔，这很简单的意思，这我方要说的。好，那有没有可能，当我们变成了一个永远理性的人的时候，会让你感觉失去了什么呢？我方承认可能是有，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当我们在婴儿的时候是很放纵的，是很自由的。想哭就能哭出来，但是长大的时候你可能会痛苦。你想哭的时候你要压抑，当你是婴儿的时候，想吃的时候你就可以闹，但是长大的时候你要控制，你要压抑。这可能是永远理性会带给你痛苦的地方，我方承认。但是我方将要告诉大家的是，当你从婴儿长大开始具有理智，开始能够用理智驾驭情感的时候，你就不应该再这样了，那就是巨婴啊。那就是一个长了30-40岁还萌萌的，会让人感觉很可怕的人呐。我们人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我们超越了上天给我们带来的很多局限，而情感是一个你特别不容易发现的局限。你发现了吗？谢谢。谢谢，感谢正方的结辩，接下来有请反方进行结辩，有请。来，其实我方相当生气的。题目是什么呢？题解告诉我们，您方是你再也回不到原来那几个带着几分感性的自己。题目说你们是完全没有感性的，题解是这么说的，但是我方认为这太绝对了，这也太过分了。我们谈一下，理性也有，感性也有，谁驾驭谁？我方觉得这比较公平，我方让了半旗。对方怎么样呢？在我们让了半旗的情况之下，他怎么定义感性的？什么叫感性的人？杨丽娟。什么叫感性的人？过于自卑的人，过于自信的人，会屠城的人，会杀人的人，这些叫做感性的人。这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这一方要谈的感性是零理智的，而不是我们有驾驭的时候的。对方把我们逼到所有失控的疯子才叫感性的人，是这样的吗？感性是失控的人吗？我说徐志摩是感性的人吧，是浪漫主义的人吧？对方说不是，那种叫做理性判断之后决定的浪漫。这叫什么？我要奶茶，不要奶。对方同学这种就是一直把我们所有理性的人的里面有的所有浪漫主义里面有理性的那一部分的人有存在的时候，就告诉我他其实也是一种理性啦。所以我方说的人里面，任何感性的人里面没有一个是感性的，只有在他失控的那一刻，他才觉得他是感性的。那我方今天谈什么？是告诉你我们要失控吗？是告诉你我们要屠城吗？不是吧？不是建危楼就是要跳楼。你告诉我我要怎么论证？
我方让了半旗，你们我们必须死路，我觉得这很过分。来，我们看看正常应该怎么谈。我们说有没有理由和有没有机会让人永远用理智驾驭感性？是不是听起来这个东西很没有画面感？什么叫一个人永远时时保持理性？其实我给你一点画面，有这样子的人，这一种人。这种人就叫做永远时时刻刻保持理性。拿到这么感性的这一方，我们讨论这道辩题，我们在想感性有什么好？他用他理性分析出来，告诉我们，感性的人就会想买花，那我们可以去卖花。所以他出了那个所谓的经济学主义情况之下，感性可以让我们消费，感性让我们出现了什么行业呢 ？cosplay 行业。我听到这个论点的时候，真的是很理性的论点。但是感性确实有这一面，感性的人可以是怎么样的？我们说，我们理性的人是怎么样的呢？就是他的人生里面没有所谓的诗和远方，只有正确应对眼前的苟且，而且还要是正确的应对。这叫做理性的人，因为他们永远都会问你为什么。我们说不要成为一个永远问为什么的人，因为这样的人会失去两样东西，第一个叫美，第二个叫爱。什么叫美？我们说的所有诗词歌赋那些东西都是美啊。我们如果一个理性的人，他们只会讲什么？他们的春天只有温度，现在几度了啊？现在是春天。他们不会有那种春风到来，春天又绿江南岸这种东西。他们不会有这种东西的，因为他们永远都是理性驾驭感性的，所以对他们来说，这些美他们感受不到，他们没有审美的眼光。我觉得这种失去很可惜。第二种叫爱，爱最避忌的是什么？是问为什么？因为爱不可以有理由，任何有理由的爱就不是爱了。我跟你们玩一下，为什么你喜欢她呀？因为她美。哦，她不美了，你就不喜欢咯？是不是？为什么你喜欢他？因为他有钱。那是不是他没钱了你就不喜欢他？只要我们任何东西想要理性的去分析，找出中间的逻辑的时候，那一个东西就成为了你的手段，而不是成为你的目的。这时候我们就感受不到爱了。所以为什么胡建彪喜欢辩论？他说可以保持他的很多脑术的循环，他是在防老人痴呆症啊。这时候你还会觉得他平时跟你讲他喜欢辩论这个东西有意义吗？你会觉得他很可怜。他为什么喜欢健身？他怕自己血脂高。为什么他找不到女朋友？因为没有一个理由让他去找女朋友，没有任何一个女朋友达至他的标准。这就是理性的人。我觉得这些理性的人没有了温度，没有了爱，没有了美。当然，他可以中规中矩，活得安安全全。到最后，我觉得我听过一个很有意思的话，作为我的结尾。我们本来就可以做到感性和理性交织的共同体，我们既可以绽放理性的光芒，也不忘失去感受天真，感受庄严，感受夜夜的月圆，感受爱，感受暖，感受人间的四月天。谢谢。谢谢正反双方的结辩。反正我是第一次看过一个结辩是通过调侃队友来去结辩的。好，接下来就要有请我们的各位评审团先喝口水冷静一下，是发挥你们的代表人类智慧的理性呢，还是要融入你们感性的冲动呢？接下来请进行你们第2轮的投票，在我倒数3个数之后，3、2、1。好的，正方2票，反方7票，所以综合2轮，正方获得4票，反方获得14票。恭喜反方马来亚大学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同时，热烈的掌声也要感谢正方中国人民大学为我们带来非常精彩的辩论，谢谢双方的辩手。